很多人都知道我有一个自己的数码展架，上面的东西多种多样，甚至被误会成是卖电脑的。不过却少有人知道我还有2个垃圾堆，这个角落就是其中一个。这里面有我评测完丢到一边的各类数码产品，也有一些买过来忘记了开箱的东西，就比如这一个。对不起伙伴们，我有罪，这是一台国行 PS5，当初很多人都抢不到，我却硬生生的把它丢在这里长达小半年。其实当时抢到的时候，我是想开个箱给大家对比一下国行和海外版区别的，但是有着忙着制作高质量视频，我就把它忘记了。瞧，就连封条都没打开。很多人肯定不相信，说你怎么可能把一台游戏主机忘在一边？但是事实就是如此。就比如我去年那一架买了1年才开箱的无人机，并且在整理这堆闲置物品的时候，我还发现另一个让我有些意外的箱子，就是这个。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一套滑翔机，也是一套 FPV 载机。因为我有过捣鼓这类玩具的经验，所以就想着分享一期手工视频给大家，但是我也给忘记了。给大家看一眼它的购买日期吧。看到了吧，整整1年过去了，我都还没开始组装它。估计大家现在更加不会对这类东西感兴趣了，所以只能继续丢在一边。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简单的做一个国行 PS5 的开箱吧，看一下国行版本和海外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，同时也顺便给这台海外版 PS5 升级一下存储空间，安装一个固态硬盘。首先第一个不同的地方，那就是国行版有封条，懂的都懂。有可能的话，还是尽量买国行版，可以享受联保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之所以买了一台国行，其实是为了给我那个小4号样准备的，这样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我的娱乐室都可以玩游戏了。我们先看一下它的配件盒，和海外版其实没啥区别，一个手柄，一条电源线，一个底座，一条 HDMI 线。至于主机部分就没啥好讲的了，大家也看腻了，我先给它把底座装上。那么这就是我的第2台 PS5 了，无惊无喜，毕竟已经有过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，在目前的显卡市场环境下，如果只是玩游戏，一台 PS5 主机其实是最合适的，当然前提是你能原价抢到。那么现在给大家说一下第2个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电源线的区别，左侧是海外版，右侧是国行版。国行版呢我们可以直接用，而这一个我们需要用转接头才可以使用，用起来其实差别不大，但是它很占用插盘空间，我很不喜欢。该升级硬盘了，前段时间海外版的 PS5 推送了一个升级补丁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提供了对于额外固态硬盘的支持。如果你也想升级自己的 PS5， 那今天正好可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研究一下。这是我第一次打开 PS5 的盖子，果真和我们熟悉的 PC 主机不一样。哦对了，刚才忘记说打开的方式了。打开这个盖子需要用点巧劲，左手扣住边缘向左用力，右手扣住盖子略微上提，然后气沉丹田。瞧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这个长条部分就是 M2 接口所在地了，我们轻轻的拧开螺丝，拿下盖板就能看到里面的固态硬盘接口。需要说明的是 PS5 对于固态硬盘的要求是必须是 PCIe 4.0 NVMe 硬盘，不低于5500 MB 每秒的速度，并且还需要自带散热片。但幸好我还有点存货，我给它准备了一块希捷的酷玩530，读写速度均在7000 MB 每秒左右，是目前最强悍的专门用于玩游戏的固态硬盘之一，并且我这一个型号还自带散热装甲。更让我放心的是，希捷官网的相关产品页面上也已经出现了酷玩530可以和 PS5 兼容的信息，所以用它来升级应该算是目前最完美的选择了。瞧这散热片多么厚重！安装固态硬盘的流程非常简单，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个小螺丝和下面的增高柱取下来，就是这个小东西了。然后按照我们的硬盘规格安装到相应的孔位上，再插上硬盘，拧上螺丝。瞧，扩展存储就这么简单，而且这个散热片的尺寸刚刚好，就像是给 PS5 量身定做的一样。接下来我们盖上小盖板以及这个主机盖子，整个扩展过程就完成了。哦，记得多拍几下，免得安装不到位。然后我们打开主机，可以看到 PS5 已经识别了这块酷玩530，接下来只需要按照流程一路操作即可。至此整个升级过程就完成了，是不是非常简单？现在接上那一台国行 PS5 看一看。作为一台全新主机，我们初次开机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设置，这个过程非常简单，我们加速跳过。设置完毕以后，系统提示升级，让我意外的事情发生了，国行 PS5 竟然也推送了支持扩充硬盘的补丁。本来呢我还想准备吐槽一下国行啥都慢一步，这一下子真的让我无话可说了。所以如大家所见，我也给它装了一块2T 的固态硬盘，因为它这内置的这点空间真的是不够用，装不下几个游戏。随后我找到了第3个不同之处，和海外版不同，国行版本需要我们自己下载这个宇宙机器人游戏。个人建议在使用 PS5 之前，宇宙机器人一定要玩一下，它可以让你更快的熟悉这台主机。特别是这个无线游戏手柄，凭良心讲，这一代的手柄是真不错，对比 PS4 手柄来说，算是个划时代的进步。但是非常令人不爽的是，国行 PS5 只有2个 PS5 游戏，其中一个还是免费的原神。我想原因嘛，大家也知道，当然这也不算是大问题。作为一个 PS 主机老玩家，
你自己能解决，不是吗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，咱们就玩一下这个麻布仔大冒险吧。当然，我并没买数字版，因为我买了一张光盘版，没办法，家境贫寒，等玩够了还可以二手出掉回点血。这种勤俭持家的做法，大家要好好学习。打开后，里面一张光盘，一组数字版漫画兑换码，当然我已经打码，大家看不到。这游戏我之前看过介绍，整体的玩法感觉其实和宇宙机器人大同小异。接下来咱们进游戏看看。麻布仔大冒险，故事从麻布人的家乡纸质村开始，人们在这里开心的生活着，无忧无虑。而这个正在作画的背影，就是我们故事的主角麻布仔了。但是随着天空出现一条裂缝，一个可怕的巨型麻布坏蛋隆重登场。人们害怕极了，惊慌失措，拼命地想逃离这里，因为这个号称骁乱之王的威克斯简直就是他们儿时的噩梦。但现在他真的来了。坏人威克斯放出一个黑色球体，让整个纸质村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。他的目的就是带走所有人，把他们变成奴隶，为自己无偿工作。没有996，没有715，没有节假日，这真的是一个让人绝望的恐怖故事。在他的超强吸尘器武器下，村民们一个一个被吸进了他的小世界中，一切的挣扎都毫无作用。现在只剩下麻布仔一个人了，他必须逃离，因为他知道只要自己还活着，还拥有自由，整个纸质村就还有希望。在这万分紧急的一刻，他似乎想到了什么，接下来他需要冒险一搏，他只有一次机会。他成功了，他来到了宇宙飞船旁边，他抢到了威克斯最在意的那份地图，他还会回来的。You can't stop it. Craftworld will be mine. 此时的麻布仔不知道何种材质的眼珠子上泛起泪光，看着手中地图，他有了一份计划。坚毅的目光之下，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可爱的麻布仔真正的冒险故事了。由于时间关系，这期视频暂且到这里。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留言讨论，咱们下期再见。